年终奖公布，整个部门炸了锅，每个人都是36.6万，而我是那个唯一的零元狗。主管劝我年轻人不要太计较得失，格局要大。我点点头，继续写我的代码，没一句废话。年底，董事长笑眯眯地找我续约，合同直接给到6年，并说公司需要我这样的老黄牛。我把电脑转向他，屏幕上是我刚完成的项目最终成果，而买家是他的死对头。同时，一份辞职信和一份竞业协议豁免申请放在他桌上。李董，新东家给我开了3660万的签字费，就不陪您玩了。手机在办公桌上疯了似的震动，公司技术部的大群里，消息提示的红点顽固的亮着，数字从99加跳到了一个我懒得去数的高度。卧槽，36.6万，今年公司喜赚了，李董牛逼，跟着李董有肉吃。已到账，感谢公司，明年继续为公司发光发热。每一张截图上，那个刺眼的366000.00都像一团烧的正旺的火，炙烤着每一个人的眼球，也点燃了整个办公室的狂欢。空气里弥漫着金钱的甜蜜味道，混合着同事们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夸张的笑声。我叫陆晨，是这场盛宴里唯一的局外人。我点开我的薪资单，指尖在触碰到屏幕的那一刻，有些许的凉意。页面加载出来，其他栏目都正常，直到我的目光滑到最下面，年终奖金，后面跟着一串数字，像一个冰冷的嘲讽。000，没有震惊，没有愤怒，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主管赵忠德站在办公室门口朝我招手，脸上挂着那种熟悉的、和蔼中藏着不容置喙的微笑。我面无表情的起身，拉开椅子，穿过沸腾的人群，同事们的表情瞬间变得微妙。我全然不在意，径直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隔绝了外面的喧嚣。赵忠德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还亲自给我倒了杯水。开门见山提起薪资单的事，我点点头，没说话，等着他接下来的表演。他下了口茶，先假意共情，说换做谁都会觉得不公平，转头就话锋一转，搬出格局2字，让我别盯着眼前得失，还说我是昊天系统的核心。这次0元年终奖是李董对我的特殊考验，想看看我是否只看重钱，能否扛起公司未来，甚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通过考验，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公司绝不会亏待有功之臣。语气沉稳的像个故作专业的心理医生，仿佛我拿到0元年终奖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格局，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这个词我听得太多，多到生理性厌恶。让我们通宵加班到凌晨却没有加班费时，他说这是年轻人该有的奋斗与格局；让我们无偿接手别人搞砸的烂摊子时，他说能者多劳，公司信任，要有格局。现在他竟想用这2个轻飘飘的字抹掉我1年300多个日夜的心血，抹掉我为昊天系统熬的无数个通宵。这根本不是格局，是赤裸裸的压榨。加班无加班费时是格局，无偿接手烂摊子时也是格局。如今竟要用它抹掉我1年的心血。我清楚地看到他眼底的算计与轻蔑，他笃定我是个能随意拿捏的技术宅，是几句空话就能唬住的傻子。我没有反驳，也没有质问，只是平静点头说明白了。这份顺从让他格外满意，笑着夸赞我懂事，让我回去做好系统收尾工作，还说会和李董为我请功。走出办公室，我的工位旁围了几个人，大学同学兼技术2组组长林杰正被众人簇拥着。他看见我立刻挤出人群过来，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故意放大声音说要请我去金鼎轩吃饭，给我补上这份年终奖。那语气里的施舍意味，确保周围每个人都能听见。我瞥见他手腕上崭新的劳力士绿水鬼，还有脚上一尘不染的限量版内针，不用想也知道，这些都是用那36.6万年终奖买的，用我攻克核心算法的心血换来的。他不过是想让我在众人面前扮演接受施舍的可怜虫。我懒得理会，径直走回工位坐下。我打开微信，和女友许青青的对话框还停留在早上我发的早安。我发了句年终奖发了，等了许久才收到一个冰冷的N字，没有追问数额，没有半句关心。点开她的朋友圈，10分钟前刚发了9宫格照片，全是和闺蜜在 SKP 逛街的身影，新款香奈儿包包，卡地亚手镯格外扎眼，配文写着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开心。照片里的她笑得花枝招展，是我从未见过的明媚。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瞬间恍然大悟，她不是不知道我辛苦，不是不关心我，只是在她眼里，我的努力一文不值，我的真心不及一个名牌包，一只手镯。我关掉手机，心脏像被无形的手攥紧，血液一点点被挤压出去，只剩冰冷的窒息感。可我深吸一口气，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的所有情绪都被压得一干二净。我打开 ID， 幽蓝色的屏幕光映在脸上，指尖敲下 Git push 命令，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昊天系统安全补丁提交到代码库。这是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隐蔽的一步。就在这时，部门群里赵忠德按了全体成员，还单独艾特我，分享了一篇标题刺眼的文章：年轻人，你的格局决定了你的未来。群里瞬间一片附和，有人吹捧赵忠德说的对，有人假意夸赞我不计得失，还有人说要以我为榜样。那些虚伪的赞美像细针般扎在心上。我面无表情地关掉微信，点开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加密邮箱客户端，收件箱里躺着启环科技 CEO 顾总的未读邮件，他是李健的死对头，正文只有一句予以脱钩。我指尖微动，敲下入网2个字回复，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冰冷的笑意。游戏开始了。下班时，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给许青青打电话，想约她去她最爱的法餐厅吃饭，好好谈谈我们之间的事。电话接通的瞬间，传来她不耐烦的声音，背景里还有隐约的音乐声，显然没把我的电话放在心上。我刚说订了她喜欢的法餐厅，就被她干脆利落的打断，语气里的不耐烦毫不掩饰，说今晚要陪重要客户让我自己吃。没等我再说什么，就匆匆挂了电话。听着嘟嘟的忙音，我站在公司大楼门口，我自嘲的笑了笑，收起手机走向停车场。我的车停在负2层最角落的位置，刚走到车旁就听见柱子后面传来熟悉的银铃般笑声，是许青青。我下意识的停住脚步，身体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只见赵忠德那辆新买的宝马5系旁，许青青画着精致的妆容，眼尾上挑，涂着我从未见过的正红色口红，一身黑色紧身连衣裙勾勒出姣好身材。那裙子我从未见过，想必也是赵忠德送的。他肩上挎着的不再是平时那只几千块的扣，而是一款崭新的爱马仕。赵忠德殷勤地为他拉开车门，弯腰时满脸讨好，绕到驾驶座摇下车窗时，恰好对上了我站立的方向。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意味深长的笑，语气里满是刻意的挑衅，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刻意加重语气说要送许青青一程，还提了句年轻人要多交流，狠狠刺破了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把所有不堪都暴露在我面前。我看着宝马的车尾灯消失在停车场出口，整个人像被冻住一般，血液从指尖开始一寸寸变冷，最终
在心脏处凝结成万年寒冰。原来他口中的重要客户是赵忠德，所谓的没空只是不愿对我有空。朋友圈那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选了能给他名牌包的赵忠德，而非只会埋头写代码的我，给不了他物质满足的技术宅。回到家，推开门是一片漆黑，餐桌上静静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那是我省吃俭用3个月攒下工资买的3周年纪念日礼物，一条蒂芙尼项链。我曾无数次幻想他收到礼物时的模样，如今想来只剩可笑。或许在他眼里，这条项链还不如赵忠德车上的一个轮胎值钱。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启动了隐藏的手机定位程序，这是我当初为了担心他走夜路安全编的。输入他的手机号后，屏幕上闪烁的红点定位在和光日料店，那是本市最贵的日料店，人均消费5位数，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灭，我刷新朋友圈，共同的市场部朋友半分钟前发了动态，是和光包厢的账单截图，付款人赫然是林杰，配文感谢林杰和赵忠德破费。附带的大合照里，许青青坐在两人中间，端着高脚杯，笑靥如花，仰望着林杰的眼神里满是我从未见过的崇拜与爱慕。那个眼神，我曾以为只属于我一个人。我面无表情地拿起礼品盒，扔进垃圾桶。从今往后，许青青于我而言只是个陌生人。回到电脑前，我打开昊天系统底层代码，在数百万行代码中找到核心加密模块，留下一个只有我能看懂的标记，数字0，既是0元年终奖的见证，也是一切归零的开端，更是我为他们埋下的通往地狱的单向后门。1周后，公司张灯结彩，昊天系统1期成果表彰大会在总部最大会议厅召开，传闻董事长李建会亲自出席，还会给核心成员发重奖。我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的角落，手里握着一杯温水，指尖摩挲着杯壁，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 PPT， 里面90%的内容都是我过去1年通宵达旦敲出来的，是我啃完一本本厚技术文档，熬得眼睛通红才攻克的核心难题。可在项目核心成员那一页，我的名字被挤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字体小的几乎看不见， PPT 署名却只有林杰一个人。他穿着崭新的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以项目总负责人的身份意气风发地走上主席台，聚光灯下的他像万众瞩目的明星。他对着麦克风发言，将我的核心算法思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在我等同事协助下，由他反复论证攻关得出的成果。赵忠德坐在主席台侧面适时补充，夸赞林杰优秀有格局，把自己包装成慧眼识珠的伯乐，彻底忘了当初项目陷入瓶颈时，他是如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次次来找我求助的。两人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将我的付出彻底抹去。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李健听得满面红光，频频点头，看向林杰的眼神里满是欣赏与满意，仿佛看到了公司未来的希望。林杰演讲结束后，他亲自上台拍着对方的肩膀，大声夸赞林杰有能力、有担当、有格局，还当场宣布奖励林杰一套滨江1号100平米房产的首付款。话音刚落，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所有人都投去羡慕的目光。滨江1号是本市最顶级的江景豪宅，地理位置优越，配套完善，一套房子的首付至少也要300万。所有人都向林杰投去羡慕嫉妒的目光，有渴望有不甘，却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份功劳本就不属于他。我看见前排的许青青激动地站起身鼓掌，仰慕地看着台上的林杰，眼神里满是对金钱地位的渴望，那个眼神曾是我独有的真才。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台上，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我也在鼓掌。我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悄悄举起手机对准主席台，清晰录下林杰的谎言、赵忠德的伪善、李健的愚蠢和许青青的爱慕，这些都将成为送他们下地狱的呈堂证供。会议结束后，林杰被众人簇拥着像凯旋的英雄，他特意挤出人群走到我面前，摆出好兄弟的姿态，居高临下的拍我的肩膀，假意安慰我别灰心，说这次是为了鼓舞士气，我的功劳他都记在心里，下次一定有我的份。他眼底的得意藏都藏不住，仿佛我是个需要他提携安慰的后辈。我看着他虚伪的脸，想起大学时我们一起熬夜改设计、吃泡面的日子，那时的我们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如今他被欲望蒙蔽双眼，变得贪婪虚伪。我笑着点头并轻声说恭喜他，这是他应得的。他没听出话里的深意，得意的转身离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嘴角笑意愈发冰冷。他们所有人都将得到应有的报应。距离昊天系统正式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整个技术部都沉浸在大功告成的喜悦中，只有我每晚都留到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以为我在做系统优化测试，想靠努力挽回局面，获得认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编织一张复仇的网，一张能让他们万劫不复的网。深夜，整栋办公楼只剩我所在的楼层亮着灯。我泡了杯浓咖啡，苦涩的味道对抗着疲惫，打开了系统底层那个极隐蔽的后门。那是我在系统底层架构中用极隐蔽方式留下的独立通道，它绕过所有监控和日志，像潜伏在黑暗中的幽灵。我开始编写一段精巧致命的代码，取名坤元，取自大地之母，寓意生杀予夺。我要让昊天系统成为他们的噩梦，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坤元伪装成系统日志清理压缩程序，从代码层面看毫无攻击性，普通工程师根本看不出异样。可触发条件被我设置的极为隐蔽刁钻。第一个条件是系统迁移到新服务器后，管理员密码连续输入错误3次，既防止他们在我离职后轻易掌控系统，也能确保坤元在最合适的时机激活。第二个条件是系统时间被非正常修改超过24小时，防止他们通过改时间规避授权逻辑，堵住所有可能的漏洞。一旦两个条件任意被触发，坤元就会激活，却不会立刻发作，而是先潜伏24小时。这24小时里，系统一切功能正常运行，给他们营造出一切尽在掌握的假象，麻痹他们的警惕心，让他们错过最佳补救时机。24小时倒计时结束后，坤元会用系统最高权限调用军用级 ES256 加密算法，将核心数据库从底层彻底加密锁定，而且秘密要与我的虹膜、指纹双重绑定。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在，无人能解开。我花了一整晚反复模拟破解场景，确保坤元无懈可击。暴力破解需耗费全球算力几万年，等他们破解出来，公司早已破产。底层替换会导致系统崩溃，数据全失，数据恢复更是无从谈起。坤元加密前会彻底粉碎所有备份，不留一丝痕迹。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局。做完这一切，我删除所有操作痕迹，清空日志，甚至清除了电脑使用记录，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天边泛起鱼肚白，这场蓄谋已久的复仇终于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我打开加密邮箱，将加密后的系统完整结构图、坤元后门说明文档打包发送给顾总，邮件标题是礼物已备好，
请查收。正文只有一句引爆器在您手中，点击发送的瞬间，久违的快意蔓延全身，压在心里的巨石终于落地。昊天系统如期交付上线，运行异常平稳，性能甚至超出客户预期。公司因此接到多个大额订单，合同金额创历史新高，一时风光无限。资本市场反应迅速，股价1周内连拉3个涨停板，市值大幅上涨。李健还登上本地财经新闻头版，被称为最具远见的企业家。公司上下一片欢腾，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无人察觉潜藏的危机，更没人想到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年底，就在我以为会默默无闻收尾，顺利离职静待复仇大戏开幕时，李健的秘书来到我的工位前，语气带着职业化的微笑与不易察觉的倨傲，说李董要见我。同事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平静地合上电脑，跟着他走向顶层董事长办公室。李健的办公室大得像小型篮球场，红木办公桌光滑锃亮，他坐在老板椅上悠闲地泡着大红袍，茶香弥漫整个房间。看见我进来便笑眯眯地起身招呼，亲自给我倒了杯茶，还特意炫耀这是托关系搞到的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我没动那杯茶，指尖放在桌沿保持礼貌距离，直截了当地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重新坐回椅子上，身体后靠，满意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与算计，说我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受了这么大委屈却不吵不闹，安安静静把工作做到最好，这才是做大事的样子。他故作惋惜地叹气，说知道我对年终奖的事不舒服，却劝我理解公司苦心，又说我恃才傲物，不懂团队合作，不合群，公司是想敲打我，磨掉我的棱角，还说现在的我比以前沉稳，更有大局观。我静静听着他的歪理邪说，内心毫无波澜，只觉得可笑。他竟能把puer和压榨说得如此清新脱俗。见我没有反驳，他以为说动了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推过来，笑容灿烂地说这是公司对我忠诚度的最高肯定，要和我续约6年。我翻开合同，职位依旧是高级软件工程师，薪资仅上浮15%，且6年只涨这一次。这个带有侮辱性的条件，分明是想把我锁死在老黄牛的位置上。李健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一副掌控一切的姿态，哄我说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我这样的老黄牛。他又开始画饼，一张永远吃不到的饼，用来欺骗我，束缚我。在他眼里，我这种没背景、性格内向、只会埋头干活的技术人员，就是最好用的工具，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就能让我感恩戴德，为他卖命一辈子。我看着他因得意而显得油腻的脸，想起林园年终奖、许青青的背叛、林杰的窃取、赵忠德的压榨，所有屈辱与愤怒都化作冰冷的决绝。我平静地合上合同推回去，没有碰桌上的笔。时机到了，复仇的大戏该落幕了。我告诉李健合同我先不签，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里闪过诧异，显然没料到我这个软柿子敢反抗，语气瞬间带上不悦与被冒犯的愤怒，质问我是不是嫌待遇低，还指责我做人不能太贪心。我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默默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开机后将屏幕180度旋转对准他，屏幕上显示着一份 PDF 文件，标题用加粗黑体字写的格外醒目，昊天系统知识产权及独家使用权转让协议。甲方是我的名字，乙方则是让他瞳孔骤缩，脸色巨变的4个字：启环科技有限公司。转让金额那一栏是空的，不是我忘了填，而是我根本不在乎那点钱，我要的是让他身败名裂。李健的笑容彻底凝固，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血色，从惨白到铁青，最后变成猪肝红，声音因震惊和愤怒微微颤抖，手里的茶杯差点摔落，难以置信地追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没理会他的质问，从背包里拿出辞职信和竞业协议豁免申请书，轻轻放在那杯名贵的大红袍旁边，告知他辞职信是按劳动法提前1个月提交，下个月今天我就不再来上班。至于那份转让协议，不过是一份技术授权协议，毕竟昊天系统90%的核心代码都是我用业余时间在自己的电脑上独立完成的。按照著作权法，知识产权属于我个人，我只是把自己的东西卖给了愿意出价的人而已。我看着他因愤怒和惊恐而扭曲的脸，看着他眼中的难以置信与绝望，心里涌起前所未有的快意。我补上最后一刀，嘴角勾起浅笑，语气里带着嘲讽与释然，提醒他启环的顾总非常欣赏我的格局，给了我3660万签字费，一次性付清且税后，所以我没空陪他玩所谓的格局游戏了。李健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却因过度愤怒和震惊，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破风香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脸色从紫红变成铁青，眼神里满是杀意与绝望，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却又无能为力。我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复仇的快意。我收回电脑，转身向门口走去，手搭上门把手时，身后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嘶哑咆哮，叫嚣着要告我商业勒索，要让我身败名裂，牢底坐穿。我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语气平淡地提醒他，有时间威胁我，不如赶紧召集法务和技术部开会，毕竟启环那边可能很快就要更换服务器了。说完，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将他的绝望与咆哮彻底关在办公室里。我离开后不到10分钟，李健的咆哮声就传遍了整个公司高层。他紧急召集所有副总、法务总监和技术部负责人开会，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到极点。他眼睛布满血丝，像一头激怒的困兽，嘶吼着勒令法务立刻起诉我，要告到我倾家荡产。戴着金丝眼镜的法务总监擦着额头的冷汗，小心翼翼地开口表示这场官司很难打，解释我提到的业余时间、个人设备、独立完成几乎堵死了所有出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代码是在工作时间用公司设备完成的，难以界定知识产权归属。更重要的是，打官司就意味着要向外界承认核心技术存在产权纠纷和安全隐患，这会对股价和客户关系造成毁灭性打击，公司可能因此破产。李健一拳砸在会议桌上，他不甘的怒吼，
随即把矛头转向林杰和赵忠德，勒令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立刻夺回昊天系统控制权，删掉我的所有权限，让我再也碰不到系统。林杰和赵忠德吓得浑身哆嗦，连忙点头哈腰的应承，连滚带爬的跑出会议室，召集技术部核心人员冲进机房，关在机房里试图夺回控制权，删除我的权限。林杰坐在电脑前，额头满是冷汗，双手颤抖的连鼠标都握不稳，试着修改最高管理员密码，却被系统提示需要旧密码验证。他根本不知道旧密码，当初所有核心权限都在我手里，他不过是个挂名负责人。他咬着牙下令让工程师从数据库底层强行重置密码。第一次失败，系统提示非法操作并发出警告；第二次依旧失败，红色警示框不停跳动。当他硬着头皮进行第三次尝试时，尖锐刺耳的警报声从服务器机柜里响起，紧接着技术部所有连接系统的电脑屏幕瞬间变成血红色，中央出现巨大的黑色倒计时，附带2条警告：检测到未经授权的非法操作，核心数据库将在24点后永久锁定并自毁，任何试图破解或终止本程序的行为都将加速锁定进程。整个技术部瞬间炸锅，所有人都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可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都无法阻止倒计时。那个血红色的数字一秒秒减少，像死神的催命符，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林杰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纸，双手不停颤抖，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叨着完了，全完了。他终于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个笑话，窃取了我的功劳，却根本掌控不了系统，如今要为贪婪付出惨痛代价。李健疯了一样冲进技术部，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倒计时。他一把揪住林杰的衣领，将他从椅子上拎起来，用杀人般的目光逼问。林杰彻底崩溃，瘫倒在地，抱着他的腿嚎啕大哭，终于坦白自己根本不懂系统底层架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我做的，他只是捡了我的功劳。李健怒骂一声废物，一脚将林杰踹倒在地，对着他疯狂咆哮。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助理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惊慌失措的声音，说公司股价毫无征兆闪崩跌停，大量客户打电话要求解除合同，理由是核心技术存在问题。李健手里的手机啪的掉在地上，踉跄着后退一步，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着完了，公司完了。市场上关于公司核心技术有巨大漏洞，产权纠纷不断的传言迅速蔓延，恐慌像瘟疫般扩散，客户纷纷解约，投资者疯狂抛售股票，公司瞬间陷入绝境，濒临破产。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那个血红色的倒计时像悬在李健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跳动一下就斩断他一份希望。为了保住公司，他动用了所有人脉，不惜重金请来了市内最顶尖的技术专家和网络安全团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可那些专家围着服务器研究了大半天，最终都只能无奈的摇头，语气里满是惊叹与无力。他们说，设计这个逻辑炸弹的人既是绝顶天才，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这套加密方式和触发机制前所未见，除了设计者本人，世上再无第二人能解开。当倒计时只剩下最后3个小时，李健彻底崩溃了。他比谁都清楚，数据库一旦被毁，公司面临的不只是股价暴跌，还有所有客户的巨额索赔，最终只会走向彻底的破产清算。他一辈子的心血将付诸东流。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整整1包烟燃尽。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呛得他不停咳嗽，却丝毫驱散不了心底的绝望。最后，他颤抖着拿起那个最不愿触碰的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我才慢悠悠的接起，只淡淡吐出一个字：喂。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李健压抑着怒火的嘶吼，他还在沿用那套威胁伎俩，斥责我这是商业勒索，是犯罪，扬言一个电话就能让我牢底坐穿。可这些话对如今的我来说，早已毫无杀伤力。我沉默的听着，没有任何回应，故意做事要挂断电话。他显然察觉到了我的意图，语气瞬间软了下来，带着明显的哀求，连称呼都变了，从陆晨改成了小陆，急着让我别挂电话，说有话好好谈，还主动认错，承诺只要我回去解决问题，什么条件都答应我。见我依旧不说话，他更急了，声音里甚至带上了哭腔，先是说要补发10倍年终奖，给我366万，见我没反应，又立刻加码到3660万，还许诺让我做 CTO， 马上开除林杰和赵忠德给我赔罪。这些条件放在1天前，任何一个都足以让曾经的我欣喜若狂，可现在听来只觉得无比可笑。我轻笑一声，那笑声透过电流传过去，在李健听来想必格外刺耳。我提醒他，喜欢的顾总已经聘请我做新公司的 CTO 了，他再也没资格用这些条件来诱惑我。电话那头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过了许久才传来李健带着哭腔的哀求，他甚至改称我为陆大师，求我放公司一条生路，说公司不能没有这个系统，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的心血。心血这2个字让我心头一冷，声音瞬间冰了下来。我反问他，当初给我0元年终奖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其中有我的心血？当初在台上给冒领功劳的林杰发奖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都是我的心血？我告诉他，现在才来谈心血，太晚了。说完，我用极度讥讽的语气补了一句，提醒他如今跟我谈钱，他的格局是不是太小了点？说完，我没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按下挂断键，随即把他和公司所有高管的电话号码全部拉进黑名单。世界终于恢复了清静。林杰和许青青是在公司内部论坛上看到那封关于昊天系统即将崩溃的匿名帖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彻底慌了神。林杰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试图联系我挽回局面，可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我连一丝回应都没给他。他的末日比自己想象中来的还要快。第2天一早，公司公告栏上就贴出了措辞严厉的开除通知。林杰因工作能力严重不符岗位要求，存在欺上瞒下等重大失职行为，给公司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被即日起开除。紧接着，公司法务部的律师函也送到了他手上。公司不仅要追讨那笔奖励给他的购房首付款，还要他赔偿因项目失败造成的数千万经济损失。曾经风光无限的项目总负责人，一夜之间从云端坠入地狱，背负起巨额债务，前途尽毁。许青青也彻底慌了，他引以为傲的选择，那个他以为能让自己一步登天的靠山，转瞬变成了背负巨额债务的丧家之犬。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被他弃如敝履、
穿着格子衫老黄牛的我，他开始发了疯似的找我，最后竟跑到我新租的酒店式公寓楼下，等了整整1个晚上。看到我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死死抓住我的手臂，哭得梨花带雨，妆容花得一塌糊涂，模样狼狈不堪。他语无伦次的道歉，说自己不该鬼迷心窍，不该虚荣，只是一时糊涂，嫉妒别人有年终奖才心态失衡，还谎称和林杰、赵忠德都只是逢场作戏，是在利用他们，心里爱的人一直只有我。他声泪俱下，表演的极尽逼真，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受尽委屈的受害者。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我曾经深爱了3年的女人，她的脸依旧熟悉，可她的眼神，她的灵魂早已变得陌生而丑陋。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递到他面前，那是他在和光日料店里依偎在林杰身边笑得花枝招展的模样。接着我又划到下一张，是我刚收到的银行账户短信截图，上面清晰显示着一笔到账款项，金额3660万元，转账备注是启环科技签字费。许青青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死死盯着手机屏幕，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最终变得惨白如纸，那种从极致希望瞬间跌落至彻底绝望的表情，精彩的让我心生嘲讽。我收回手机，从他无力松开的手中轻轻抽回自己的手臂，看着他空洞的眼睛，淡淡的说：“他说的对，选择确实比努力更重要。”说完，我转身刷卡走进公寓大楼，厚重的玻璃门在身后缓缓关上，隔绝了他那张惨白绝望的脸，也彻底隔绝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过去，再无瓜葛。昊天系统的自毁倒计时进入了最后1小时，李健公司的股价已经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市值蒸发了近一半，银行和投资方催债的电话快把他的手机打爆了。他枯坐在办公室里，一夜之间仿佛老了20岁，头发白了一大半，眼神浑浊，没了半点往日的意气风发。就在他拿起笔准备签署破产清算文件，接受自己一生心血尽毁的结局时，办公室的专线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是启环科技的 CEO 顾总，语气温和而有力，满是胜利者的从容，开口便问他别来无恙。李健握着话筒的手不停颤抖，声音沙哑地问他想怎么样。顾总轻笑一声，说只是觉得他公司遇到了点技术小麻烦，而启环恰好对他们的业务和市场很感兴趣，本着友好互助的原则，愿意伸出援手。李健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急切地追问是什么援手。顾总语气不容置喙地说出了方案：启环科技以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他和其他创始股东手中合计51%的股份，从此他的公司将成为启环控股的子公司。作为新股东的善意，启环会立刻委派集团最优秀的技术专家，也就是他们公司的新任 CTO 去解决昊天系统的技术故障。李健的呼吸瞬间停滞了，1亿元收购51%的股份，这根本不是收购，是赤裸裸的吞并与羞辱。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此刻竟变得一文不值。他沉默了，电话那头的顾总也没有催促，只是耐心等待。他清楚李健没有别的选择，要么看着公司破产清算，自己背上巨额连带债，晚景凄凉；要么放弃公司控制权，把心血拱手让人，换取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李健望着窗外，夕阳下，他亲手打造的总部大楼 logo 显得格外刺眼。那曾是他的荣耀，如今却成了刺向他的利刃。时间1分1秒的流逝，在倒计时结束前的最后1分钟，李健的律师给顾总的团队传来了消息，他同意了。我坐在顾总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份刚签署完毕，还带着电子墨水痕迹的股权转让协议。随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上一个特殊的网络通道，指尖在键盘上敲下一行简单的命令，按下回车。下一秒，那个悬在李健公司头顶长达24小时的血色倒计时瞬间消失，昊天系统恢复了正常运行，只是它的主人早已换了模样，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坐在启环科技的休息室里，看着手机上推送的新闻，李健的公司濒临破产，林杰因窃取成果被开除，赵忠德被牵连问责，许青青失去所有依靠，变回只能靠自己的普通人。顾总推门进来，笑着递给我一杯红酒，夸赞我干得漂亮，告知我3660万已经到账，后续合作分红还会更多。我接过酒杯，看着窗外璀璨的城市灯火，所有背叛与压榨，屈辱与不甘，都随着那个血红色的倒计时归于尘土。我没有回头留恋那些人的结局，他们都不值得。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从此挣脱所有枷锁，告别过去的阴霾，在技术的世界里续写属于我的传奇。